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 的播客。今天我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是小瓜 Chinese 的学生悉尼，欢迎他。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好，我叫悉尼，然后我来自美国，然后我目前住在上海，在上海已经待了大概10年了。嗯，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算是中文，说哦，这个算是就是因为我学的可能大部分是跟汉语有关系，也有其他就是跟中文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印度的历史啊什么的，好，所以对，但是对。好，对，你为什么选择上海？因为好像在中国的老外，就是要么选择上海，要么选择北京。行，对，其嗯实2010年的时候，我就是参加这个有一个项目嘛，然后是学嗯，习中文，然后那个时候我选择北京，因为就是听说在北京学习汉语是最好的，嗯，地方。然后对，为什么后来就选择上海，是因为我找工作的时候，就嗯，是还是在上海比较容易找到的。北京也哦，是，但是对，就是第一个给我这个机会是在上海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来到了嗯上海，没有其他的原啊。因。其实我一直不想住在上海的，因为我怕如果在这里的话，我英语讲的太多，因为这里的外国啊，人多。对嗯。啊，那你现在有没有就是讲太多英语，还是有机嗯。会讲中文？有机会讲中文，但是基本上就日常生活中，就比如说去超市啊，或者去坐地铁啊，就会遇到这些情况。但是基本嗯上的话，就因为大部分我朋友都是外国人，还有我老公，啊我跟他啊讲英文，所以确实啊 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嗯。对，你有没有机会交到中国朋友？有，我有中国朋友，但是可能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嘛，所以现在就可能太忙了，或者结婚了，有孩子这样，所以对现在就是我们聚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啊，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我的中国朋友在很多年以前已经开始有孩子了。所以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是我自己想，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聊天，或者就是真的就是很忙，对，所以嗯，就很难，好像要去维护友谊，就是你得自己去主动去关心他们，做一些事情，没对，错。但是主动这个问题上面，我还是比较可能。但是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给他们打电话呀，什么说啊，你要不要跟我去见个面啊，吃个饭，他们还是会很愿意。你在上海做什么工作？我是家教，线上的家教，然后我学生是在美国的，因为其实我不能在中国工作，对，但是哦对，所以我的工作是在美国的那边。嗯啊，那太好了，那你想住在哪里都可以，嗯。差不多。你教什么？我教英语。教英，OK，但是嗯，你的学生在美国，然后他们跟你学英语，因为我们都是老师，所以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工作就是比较大的挑战，或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每个学生需要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嗯说可能，所以就是我去，就是去怎么说，就做这个课程的话，我要去就是想到，好，他是在哪方面需要改善这样子。因为比如嗯说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这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跟他讲英语，因为反正他在美国嘛，所以现在进嗯步的非常快。但是如果我跟他讲，就是我们是读书嘛，因为我嗯觉得读书还是对他是有，就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嗯可能就是我们会读读一个句子，然后我会问他问题，嗯然后会嗯嗯，把那个答案就画出来，还是要考虑很长很长时间才能给我一个答案。所以可能就是我遇到这种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做，因为我已经
嗯，跟他就是蛮长时间，几年了已经，所哦，以，对，反正他的进步是慢慢的积累，对对对反正他妈，对，反正他妈说他就是这样，就是不管对是英语还是其他的那些课对程也是一样，所以，对对对，对，有些学生对成长的时候，每个人的速度啊都不一样，就是嗯他自己会找到自己的节奏。我也有这种感觉。对，嗯，那你说你的老公他是 ABC 对吗？算是 ABC，美籍算是华人。啊，我说对算是吗？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不是在那啊边长大的，他是在亚洲长大的，就是新加坡、啊香港，还有大啊陆，我就这样说，他上的一些学校是国际学校的，所以我觉得啊他的母语其实是英语，啊，嗯，明白。对，对，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我从来有问过他，应该问他。对，呃，好，这个，不知道，可能他会说，哎，对我描述他，就说他是半个中国人，半个美国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啊，个还是不太完整，就因为对，他不算美国人，也不算是中国人，所以这个有是的。点有点奇怪嘛。对，嗯因为我的男朋友也是，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人，从小在不同的国家长大，有2个国籍，所以对他来说，他最烦别人问他的问题就是你是哪国人，就是他想我要给你一个短的答案呢，还是给你一个长的答案呢？对，所以他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的。对，嗯，对，是的，跟他一样。是的。啊，那你们哦，所以你们现在住在上海，还是你们会回新加坡或者美国嗯，会就是一直在上海。？OK，很好，很好。但是你的中文比他好吗？嗯，要看就哪方面。比如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听他说中文，会觉得是他的母语，但是如果他长得就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哦，词语上面可能我现在是好了，但是要看是哪一方面，因为在嗯另一方面他比我好很多，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比如啊说什么血迹啊，他不知道，就是这些对我来说比较简单的词，他可能会不知道的，但哦他知道很多很多的成语，嗯。哦，明白了。对。对，那你想要学很多成语吗？然后就是跟他比赛一下。可以。好，对，那你说你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是专业也是跟中文有关的，为什么你做这样子的选择？就是中文或者中国文化是什么吸引你？因为我一直是对外语有感兴趣的，因为就是嗯学了中文之前，我比较喜欢西班牙语，嗯嗯，但是我上了大学之后，就是想换一个语言，不想一直学西班牙语。就是很多我的同学告诉我，就是这个中文老师是最好的，所以他说你应该选择中文。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教授是挺棒的，就很喜欢他们。为啊什么选择中文的话，我可能觉得，因为我对西班牙语就对西班牙的一些文化不是很感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就是中国的文化是比较吸引我的，因为我一直是不喜欢学历史的人，但是我啊学中文历史，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可能是我一直学的是美国和欧洲这种历史，所以我就觉得很无聊。所以换一个哦，换一个地方就觉得很有意思。嗯，很有趣。对，那我觉得中国的文化跟西班牙的就会有很多不同。就嗯是不知道东方的文化吧，就是你现在在中国生活，你有没有感受到，嗯，就是另外一种文化，就要融入另外一种文化的感觉嗯，有，比如说哦，对，就是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要一起吃，啊？不是你用自己的盘子，我只嗯，吃自己的，你吃你自对己的。但是我对对对，其实一开始我不是很适应这种，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太卫生，就觉得哦，啊你用筷子，但是我觉得
慢慢的就适应了，都觉得无所谓，对，反正对对对，对，嗯这个在中文里我们叫分餐。嗯，分嗯，餐，对，就是有分享你的食物，分餐就是大家一块儿嗯，吃啊，所以现在你已经习惯了。你习惯了，对差不对，作为中国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食物上特别有分享欲，就是很喜欢跟别人一嗯起，嗯或者你在火车上，就是哎，我不认识你啊，你要不要吃一下我的东西？就很多人会这样子。对，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如果交了外国的朋友，我们就觉得，为什么你们不分享你们的食物，或者看起来很好吃，但是他们不会问一下我们你想不想吃，就是不一样吧？有一个中国朋友，他也是这样子，就是给我吃一个，我忘了是可能是蛋糕什么的，然后他是喂我吃，就把这个勺子就塞我我嘴里面，我觉得对，就像我是我的男朋友一样，这个感觉我觉得有点太奇怪了。那还有牵着我的手，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会牵着我的手走路，我也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我还对，是对要忍着，因为我就想忍着这个文化是不一样，所以我就啊慢慢来。哦，对对对，嗯是的，就是中国的女孩子会牵手，就是一起牵手。嗯，嗯，但是我没有听过男性朋友给你喂饭的，就是这个有点过了，我想哦，好，好吧，这个不，这个没有代表性。对，嗯牵嗯手啊，那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非常爱你，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牵别人的手已经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他还有牵你的手，那你就是忍着。好，那你在中国生活有没有就是比较难适应的东西可能就是人问我一些那个私人的问题，就是你啊收入啊什么的这种，这啊？房子是你们的还是租的这种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经典，对，对呀。然后是一个陌生人，如果是一个邻居什么的，可能我可以就是哦，好吧，那你想多认识我，但是可能我坐电梯的时候有一个人他送外卖，问我哦，这个啊房子是你们的还是租的？我说你怎么会啊，这样问？对，就是很八卦，就是有些人就是很八卦，对一个陌嗯。生人，对，可能有没有人问你，就是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这样的问题，哦，很多。然后就是如果说好结婚了，哦，你有孩子吗？这样的就一对直会问，不管你怎么回答。啊，那他们可能对，也会问你啊，你喜不喜欢中国的男孩子？有没有人问？嗯，有，嗯，还有对，我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哦，那我介绍给你一个，就是你喜欢怎么样子的，个子高的，有钱的，这样的问题。哦，那你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我喜欢非常非常有钱的，非常高又帅的？他们可能就，他们也不认识这样的人，就是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介绍。可能吧，对，那嗯个时候我不好意思这样说，我就说，因嗯，为我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说哦，我不在乎钱呀，没关系，那你这些问题的人是年纪比较大的还是年轻人？年纪比较大的，就对像阿对对对姨叔叔这种，嗯对对对，叔叔阿姨比较没有边界感，就是嗯在 对，没有对边界，对。没，那你现在你现在会告诉他们吗？就是一些私人的问题，你一般会怎么回答？不知道，可能我就有点想找个办法，就微远一下，就说比如说工资的话，我就说哦，就够那个该付我的生活费这种，就是啊，够生活这种回答。嗯，还有其他的我不记得，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现在一直在家，很少出门跟别人对。对对对，沟通。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一些私人的问题，然后我会想，那我们可能以后也不会见面了，那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有很多钱，对，我有个很帅很好的男朋友，我的家很大，我就特别想看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因为很好笑，就是对对，不要嗯，对我的想法。
我不记得了，就是上嗯次，就是大家也是，因为我之前带了一个外国男朋友去北京住，就是他们特别好奇我们的生活，就是啊，这个是谁呀？哦，他做什么呀？他是你的男朋友，为什么这么有钱呢？然后我想他没有钱呢，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对，就是他们有很多好奇吧，就是对，尤嗯，其是如果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之前也是会这样的开玩笑，就说你是哪国家的？俄罗斯，俄罗斯人。啊，诶，在中国生活有没有就是对你，因为你选择了上海嘛，那嗯。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呢？好的在方便嘛，就是地铁特别方便。还有，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的朋友比较多，还有我有自己的微信群，就是认识很多很多人，也会去办一些我自己的活动。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我就搬走，就有点难。就是哦可能时间长了，你就真的不能想象你在其他的地方，只能想我在上海，然后我回美国看我家人的时候，我会一直想回上海，因为我真的觉得这算是我第二个家。，OK，好的，你还会办活动，太厉害了吧？啊，什么活动？办素食活动，吃素食。啊，很好。那我想应该有比较多年轻人对这个感兴趣吧？嗯，对的，嗯，对，对，老年人也有，老年人就是对。也有。嗯对对对，悉尼，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人问你，就是在中国怎么找工作，然后嗯。那中国人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什么样的歧视啊？比如说你是个白人，你会更优越什么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经历？可以，反正我觉得就是要看是什么行业，嗯因为我不是一直是当老师嘛，嗯之前是做什么翻译啊，还有嗯，就是那个社交媒体这块儿，还嗯有跟 B2B 公司就反正是一样，也是算是翻译。啊教英语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就是特意去看你是不是白人。但是要看是什么学校。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工资，就是发工资高一点的这些，就是国际学校是嗯在这块儿是好很多。他们不管，就是他们就看你是不是，就是看你的功能，你是不是一个好老师。嗯因为就是像这种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啊，可能是以前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或者就是对对比较有一些理解。啊嗯，但是就是像这个小的那种培训学校的，啊那这个可能他们只看，如果你不是白人，他们说可能就是你讲的不够地道，或者可能有带口音，但是他们啊，不懂，因为他们对对，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人都是白人，所以如果你对他说，哦，我是美国人，他说你是美啊，国人，那你黑人呢？怎么可能？你肯定是非洲。天呐，哎呀！这样子，对。我真是太，我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你们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国人好像很多人都对美国人或者外国人有误解。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西班牙人，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是他在中国就是找英语老师的工作就非常容易。对，对。就是他说，因为我是白人，我也很不好意思，但是对，很有好处。他说，嗯，对，但是对我说，对黑人的好处是，如果你能招到公司的话，可能去招一些那个国际学校啊，什么这种工资稍微对高一点的是比较对。容易一些。但是，对，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好处。好，对，因为如果你是好老师，那你的肤嗯，色就没那你有太大不好了。关系，对，对，你都可以找到工作，是不是？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如果我不是讲英语，比如说我去就做翻译啊什么的，他们嗯，完全不在乎。完全哦，不在。他们听你说中文，就说 OK，那给你一个测试啊。对，如果能通过，你就上岗了。
啊，所以你做的是什么样的翻译？一个工作就是一个上海政府的一个公益热线，就是我们是帮外国人在电话上做翻译的。所以，比如啊说，如果他们跟他们的阿姨呀、司机呀想沟通，我们就帮啊他们翻译。嗯，啊然后是4个小时，很方便的。，OK，明白。嗯，你觉得中国人会歧视外国人吗？尤其是黑人？可能吧，但是我遇到的这情况是非常少，估计没有。但是我嗯，觉得应该会嘛，应该会，对就是可能就对，可能要从别人听到，比如说，可能啊，跟你的白人朋友就跟他们讲，他们可能会，如果他们讲中文的话，他们会告诉哦。这个司机说黑人什么什么什么，你才会听到。啊，但是他们不会对你，就是面对说你说这种话。对，啊，对，我想中国人还需要就是多多的认识外国人、外国文化，就是尤其是我觉得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人的可能有一些歧视，就是因为无知，就是不知对，道，对，不认识，对，嗯，但是跟我觉得美国更复杂，有这么多历史，对，历史，对，因为跟历史有关系，所以更复对，杂。你说你在上海生活，跟你的老公，跟你的3条狗，对不对？对，你每天都去遛狗吗？现在不怎么去遛狗，因为就嗯，是我受伤了，所以现在是老公去遛他们的，偶尔会陪他们。你的狗是什么样儿的狗？嗯，一个是一个小泰迪，我忘了怎么说，嗯，小泰迪什啊，么？泰迪犬对，嗯对，泰迪犬，好像是。对。然后另外2只是中华田园，这是医生跟我说啊，的，对，中华田园都对，是嗯中华田园也很可爱，而且很聪明，很健康。非常聪明，非常健康，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就可能你不需要怎么照顾它们，它们也可嗯。以很好。嗯，嗯对，你养了3只狗啊，好厉害！在上海的话，大家你的邻居有没有就是想对你很好奇？嗯，我2个狗是残疾狗，就是一个是少了一条腿，然后另一个是它前面的一个爪子一直抬着的，因为之前的主哦，人是对它虐待它什么虐的，对，待它，嗯，嗯，哦，所以对，所以他们就说哇，你好，你们好棒，你们很善良，他们每一次都说我们住这里那么长时哦，间。他们每一次会向我们说，你们就给我给个赞一样的，点赞，对，对，点赞啊，你们好厉害，明白。对，那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教中文的，所以听这个播客的人很多都是在学中文，他们可能很想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们听到你的中文，我相信，然后他们觉得哦，这个女孩儿说的很好，你有没有？嗯，我想想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觉得中文很难。或者有时候没有动力啊，或者遇到一些困难，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建议的话就是多说，还有就是不怕说错，因为我一哦，开始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真嗯的不愿意开口说话，会嗯告诉很多中国人，就说哦我很害羞啊什么，然后就让他们就是不会向我问那么多问题什么的，就一直听。嗯我觉得这个说错是对你的进步是很有帮助的，因嗯为我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但是还是有很长时间我讲中文讲的比较少，没有很多机嗯会。如果就是遇到这个机会，我还是有点犹豫，就不想，比如说参加什么活动啊，我看哦。全是中国人，然后要讲中文，我觉得这个如果我就不知道怎么说，或者可能就是说错了什么，可能就太尴尬了。所以我好，这次我不参加，下次，然后我一直有哦，这个感觉。所以为什对，么我就看这个小瓜 Chinese 想加入你们的项目嘛，就是想提嗯高这个，对，嗯，就。
口语，对。可是对很多人还是不敢，就是他们说没有机会。但是我就是你知道吗？我听到的不一样，就是都是生活在美国，或者都是生活在法国、西班牙。有些人会跟我说，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我经常去练习。可能他们是很勇敢，就是很喜欢去嗯，交朋友，很不怕犯错。可是有些人就是很难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确实很难走出你的嗯舒适区，真的很难。对。嗯，你当时是怎么帮助自己走出那个舒适圈？我先是对自己说话，就开始对自己说话，就假装我是比如说一个邻居啊，还是什么阿姨，然后对，假装他们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就会整天就在房间里面就一直说一直说，然后就是对练习不是很长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中国嘛，所以就是练习一会儿就觉得勇敢一点就好，可以，我能行这个感觉，所对以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我说啊，这个我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对我觉得就慢慢的就勇敢起对，来了，差不多。是的，对，好像嗯。你有在鼓励自己，就是我能行，别怕，就自己鼓励自己是吗？对，还有找一对呀，些就是英文很差的中国朋友，我觉得，因为他们会很好就是很努力的去讲英文，然后也啊，会有很多错误，就犯很多错误，嗯然后所以你看他们那么认真，你也会嗯，想啊，我也可以，这对对。是的，我在巴厘岛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的英语并不是很好，但是都很敢说。就是嗯对，就是每天有一个人给我们送饭嘛，他每次都会拿着他的手机，他说他每天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拿着 Google Translate 就谷歌翻译，就是我每天跟你练习一句话，那我也可以进步，就是这种态嗯，度。嗯，好的对。态度。那今天我跟悉尼聊了很久，那我觉得，对我要让你去休息了，就已经跟你聊了很多，问了你很多问题。我想，对你分享了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奇。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悉尼，也可以在评论区问一问他。生活在上海的美国女孩儿，对，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悉尼，OK，谢谢。嘿嘿，下次见。